你知不知道只比鸡蛋大一点，却有200瓦的输出功率，57克的重量却比一个鸡蛋还要轻？这样的设计到底给我们留下了哪些 DIY 的空间？它打破了常规，用了一个三角形的截面，可以用 Type-C 还有 DC 插头供电，而且还支持烙铁头接地。没错，它的接地线只有一种，一头可以套在 C 口的插头上，另一头是4毫米的橡胶插头，还能连接一个鳄鱼夹。其实与烙铁头导通的，除了 C 口的外壳，还有 DC 插座的负极端子，所以你可以重新制作地线，不一定非要和供电口用同一个接口。这个迷你焊台是 Miniware 出品的，型号是 TS-EM。1.47英寸的 LCD 屏幕，分辨率是320×172，听起来不怎么厉害，但是清晰度还是可以的。在半透明的外壳下面，能隐约的看见内部的电子元件。背面的这2颗螺丝可以把它挂在动动板上面，孔距是35毫米。正面除了滚轮，还有2个按键，不过有一些功能是重叠的，但这是为了避开滚轮按压误触而设计的。你看这2个小孔是连接热电偶的，其实很多时候测温不准是因为姿势不对。首先你得让烙铁头有足够的焊锡，其次热电偶也要尽量的埋入焊锡里，只有接触面积足够大，才能够减小热的传导阻力，测量的结果才会更加精准。TS-EM 开放性的把烙铁手柄的接口设置成通用的6星航空插座，对于它兼容的115、210还有245烙铁手柄，你都可以自己 DIY， 并且都支持休眠功能。这3种手柄的休眠信号，除了可以从手柄的休眠环送入，也可以从烙铁头送入。其实这也给 DIY 又开辟了一个空间。而且它还兼容另一种数字手柄，型号是 H100。这个手柄的 DIY 难度会比较大一点，不过它的休眠信号也是在手柄和烙铁头上。H100 手柄的烙铁头是和 TS-101 通用的，所以 TS-101 的用户可以直接平替过来。在 TS-EM 上 ，H100 这个手柄有功率、温度、呼吸、流星4种换采模式。我觉得最有用的是功率模式，可以实时的查看加热功率的百分比。而且长按它的 A 键，可以像 TS-21 一样激活快速加热模式，能够瞬间提高加热功率。这个方法对于焊接大焊点是很有帮助的。TS-EM 它的 Type-C 供电口最大可以支持到140瓦，不过必须使用245烙铁头，而且别忘了把功率设置修改成140瓦。我进行了烧水实验 ，Type-C 激活的是 PD3.1 140瓦的协议，输出功率可以稳定在140瓦。所以 C 口供电就有了很广的选择面，你可以去挑选自己觉得最好用的充电头给它供电。TS-EM 的 DC 供电口最大可以支持到200瓦。不管你用 DIY 或者成品的电源，一定要留意插头正极触点的结构，因为这里需要流过 7.1 安到 7.2 安的电流。我们常见的 DC5525 插头有3种结构，这是音插结构，载流能力一般，因为只有比较小的2个接触点。这是套筒结构，载流能力比音插要大一些，接触点会排成一条线，形成多点接触，但是没有压紧力，载流能力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。这是多点夹紧结构，比前面2种的载流能力更强。切开以后，里面是这样的，与正极端子的接触面有4个弹性压紧片，插拔的力度会比较大，
而且接触电阻也会比较小。所以 DC5525 的插头最好是选择这种。用 DC 接口供电输出200瓦，还是得用245的烙铁头。我把第一个工作温度设置成400度，是因为所有用 PID 控制温度的烙铁，只有在当前温度和目标温度有足够大的差距的时候，才能激发出最大功率。然后别忘了把烙铁头的最大功率改成200瓦，因为默认值可没有那么大。你的 DC 电源必须在 7.2 安输出的时候，保证有28伏的电压，才能够最终得到200瓦的功率输出。从烧水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到，输出稳定在198到200瓦之间，这是因为我没有足够多的水让烙铁头保持足够低的温度，从而去刺激 PID 控制输出最大的值。但是这已经能够证明 TSEM 在28伏输入的时候能够输出200瓦的功率。如果你用6串锂电池给它供电，是可以得到160瓦左右的输出功率的。如果你用5串的锂电池，还是能够得到106瓦左右的输出功率。这种供电方式对于航模和穿越机的爱好者是非常友好的。这个低压保护的选项一般是限制对应烙铁头的最低工作电压，但是你也可以用来限制锂电池的最低供电电压，这样就能够避免锂电池过度放电。我们看一下 TSEM 的菜单，你可以设置3个工作温度，选择其中一个作为预设温度。温度的设定范围是100到450度。对于休眠温度，可以设置在100到180度之间。你可以利用这个温度校准来修正烙铁头的温度差。校准的范围对于所有的烙铁手柄都是一样的，调节范围是负的60度到正的20度。虽然烙铁的手柄上有休眠信号的触点，但是软件上也是支持休眠时间和待机时间的设置的。对于手动调节温度，它的步进值可以在1到30之间进行设置。屏幕的亮度分了10个等级，你现在看到的是屏幕亮度的10个等级变化。功率设置，这是跟烙铁头的类型有关的。H100 的烙铁头最大的功率是100瓦，115烙铁头最大功率是35瓦。210烙铁头最大功率是100瓦，245烙铁头最大功率是200瓦。温度的类型，你可以选择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。提示音的音量总共有5个等级。交互语言支持英语、中文、德语还有俄语。低压保护在前面的实验已经讲过了。翻转检测开启以后，你可以任意的旋转，屏幕和滚轮还有上下按钮的方向会自动适应，不需要人去适应反向的操作。界面模式有波形还有数字2种。现在你看到的左边是中文界面，右边是英文界面。在2种语言环境下，它们的显示内容是相同的。烙铁类型，插上手柄以后 H100 能够自动识别，245也能够自动识别，不过210和115需要手动选择一下。在信息页面能够看到烙铁类型、电阻值还有电压等等信息。TSEM 搭配了一根双 C 头的电源线。eMark 信息显示它能够支持到240瓦的功率，最大可以通过5安的电流。我连续多次的测试，它的内阻只有87毫欧，所以用它传输28伏5安140瓦的功率是绰绰有余的。这是休眠线的插座，是一个直径4毫米的标准橡胶插座。它的休眠线有2种，一种是橡胶头搭配鳄鱼夹，另一种是 U 型接线端子。
休眠线和烙铁头之间有一个 3.3 伏的电压，但是短路的电流只有83微安，所以你自己 DIY 休眠座不必担心有任何不安全。你可以把大力钳当作休眠座，不仅如此，台虎钳也可以当作休眠座，甚至你还可以随手把一根铁丝变成休眠座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把任何的金属物变成 TSEM 的休眠座。不知道我的这些演示有没有打开你的脑洞？至少我感觉还能对它进行更深入的改造和扩展。好了，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